大家好，我在门口等我一个朋友，因为他自驾游呀，在美国玩了有将近1年的时间，所以我呢想让他给我分享一下他在自驾游过程中都遇到一些什么事儿。大家来跟我一起听一听，他在自驾游过程中到底安全还是不安全？因为一个女的呀，来，咱们一起等她吧。英姐回来了，怎么样？这一路上哎呀，不怎么样，别提了，啊？别提了，一言难尽。咋了？哎呦，吓人！哎，吓人！发生啥事儿了？发生啥事儿？一会儿跟你说。行，那赶快进屋吧，进屋。啊，好。好，嗯。笑一笑。冰姐，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下你这一路上遇到的什么惊险的事儿？惊险的事儿啊？嗯。哎呦，好几个。先讲一个吧。先讲一个，我先讲讲我，疫情刚开始，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刚开始它是这样，突然出现这样一个疫情。对呀。而且传播的非常快。这时候呢，大家好像这个概念呢，都觉得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不对啊？是的。一切都是未知数，但是每个人都很警觉，尤其咱们这个中国人、华人，对吧？很警觉这个事情，而且大家都很这个保护自己啊，这样。后来我在家待着，我就挺烦的，你知道吗？就是天天也不能跟朋友见面，也不能出去，超市也不能去，哪儿也不能去，老在家待着干嘛呢？我突然一个念头，我旅行去，开车旅行，自己一个人开车，跟人不接触，就 OK 了，对吧？胆大。啊，对呀，也不是胆大，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想着怎么样能离开现在这个非常烦躁的环境，然后我就开车就出去了。出去了以后呢，可能开着我估计那是刚开始的时候，我开了差不多有个4、5天的时候，有一次我在一个城市开到一个城市，那个城市也是一个不大的一个城市好像，但是那个商场挺大的哈。我一看那路边有一个商场，我需要买一些食物，买些食品什么的，然后我就下来，那是上午10点钟，刚刚开业，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把车就坐到那个停车场里边，你知道吗？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停车场，停在那，就进去了，买了好多东西。那一次买的水果，买的饮料，还买了2筐水，还买了很多饼干的什么东西。我就把这个东西推到车，因为他那个小车推到我这个车旁边以后，我就往下卸车的时候，你知道吗？那我一定要把车打开，对不对啊？到前面把车打着了，打着了以后呢，我就又下来，下来以后呢，到后边把后车厢盖儿起开以后，把这个东西往里拿。东西拿一拿，哎，这不对，我怎么头晕了？地震了吗？因为你知道洛杉矶老地震，对不对哈？我觉得哎，怎么回事？头晕了，人家车一开始慢慢的，呼一下快了。坏了，这车被别人开过，然后我就看啊，我就喊，知道吧？结果那个车就，因为它是在那个停车场嘛，它是个小路，它不能开太快，那我就一直在追，你知道吧？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我哪儿来那么亮，我就一个念头，里边又有我的护照，就这么念头。你知道在美国，如果要补办身份的很麻烦，对吧？时间很长，而且另外一个你现在要回忆起来，如果当时他把这个车开走，里边身份都没有了。我连坐火车的、坐飞机什么证明都没有。对呀，钱也没有。对呀，那就特麻烦了。当时我就一个念头，就我必须追上这个车，然后我就在后边追。这时候已经上路了，这个车就上了正式路上。一上正式路的时候，它就快了。它一快的时候，那我根本就是个车离我越来越远的时候，对不对？这时候，但是路上也有很多其他的车过来。后来就问我，就意思好像需要帮助吗？是怎么回事？怎么的哈？完我呢也是当时很着急，我说咔，你我的车，但是他们也听懂了，你知道哇，那很多人就在追。结果旁边呢，就是我就是开车这个中间这个大路旁边呢，有一些小的商铺，还都在开业，这个美国还没有停。里边呢就有一个发廊，因为这个人对我印象非常深，一下就从玻璃里边，我一回头，因为他在敲玻璃，我回头一看，就是我还在跑，对不对哈？完我就往前面指着，他就从里边冲出来了，他就也追上我了。这个女的我估计有1.8米多，那个子，有个
200磅，至少200磅，特别棒，你知道跑，他跑特别快，他一下就超过我，你知道吧？本来我的速度也特别快，就往前追，完了车一往前，哎，到前面一个十字路口，咔，这不是红灯了吗？哈，但是这个人并没有停我的车，他一直在往前走，前面是一条河，这个河在修河堤，所以说那个地方就禁止运行了，不能走了。在这个时候，我就听见后边快，什么警车，哎呦，救护车一群，我有点毛了，你知道吧？这是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然后这时候他的车已经停了，对不对？那个车停到那儿了，这个女的就往上跑，就我说这个黑人女的就冲上去，她要去抓他，也没抓着，这个人跑了。旁边有一个大的停车场，你知道美国有很多那个四面透风的那种停车场，他就跑里边有一些车，结果就不见了，这个人就不见了。这时候是警察也都过来了，警车也都过来了，然后这个黑人女人，她当时开我的车是门没关，开着门呢，开着门就那么跑在那马路上，然后这个女的就一下就抱着我了，抱着我问我怎么样，一直问，这时候警察全都围上来了。我一看，妈这么多警察，我心想这么的，所以说我当时嘛，我到追的时候我倒没有紧张，这一看这么多警察，我有点紧张，这人还跑了，警察还跑了，按正常来讲，他们应该去追这个，没去，谁也没追。然后后来这警察就到这地方就问我怎么样啊，你什么情况？有医生又来给我量血压、量心脏，什么弄了一圈儿。要给我录口供，我就没让他录，因为我觉得没必要了，对不对哈？这人都已经跑了，也没人追，我还录什么口供啊，对吧？这个事儿，这是一个事儿，这个事儿让我很警觉，因为是上午10点半左右的时候，我也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就大白天，就出现这事儿，哎呀，让我感慨万分呐，还是中国治安好。最起码不可能这样的情况出现，对不对？这是一件事。很多事儿，会碰到很多好事坏事、惊险的事儿，这个感动你的事儿。对呀，因为我不太出门，所以说你经历的事儿没你多。最好别出门，就像你这性格多好，出门干嘛？我主要也是，没有原来就什么的想法都没有，就想出去溜达溜达玩去，你知道吗？对。这样可以和人群隔离嘛，也不接触人。是的。哎，就碰见这把事儿，这把事儿是让我很震惊的一件事。英姐，还有没有其他的事儿？哎呀，事儿啊，挺多。你想我跑了1年多，碰的事儿特别多，刻骨铭心的，惊错的，还有惊错的呢，可怕的，很可怕，后怕。有一天，你知道美国有一个这个公路上，就是公路上这个高速公路有一个加油站，是这个爱心加油站，你知道吧？这爱心加油站在美国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加油站。我呢，就是路途休息的时候，只到这个加油站休息加油，别的地方我不去，因为它这个地方有很多开车的人在这个地方过夜，你知道吧？是这样的，大车小车很多这样的地方加油站，而且它里边还有洗澡的地方，很好这样的，所以我都是在这样一个加油站里边去加油啊，或者晚上休息，因为旅馆也不开嘛，酒店也没有，只有在车里住，在车里睡，这样呢，我说的是就这次的事儿，这次回来路上，那天晚上还下着蒙蒙小雨。时不时的还有一点，因为你知道美国的高速上没有灯光的，没有路灯，它全靠咱们个人开车的这个车灯照明。这条高速上一个车都没有，就我这一个车。我还挺享受，我特别喜欢美国高速公路，就这种感觉，蒙蒙雨下着，然后呢，我开着车不紧不慢唱着歌，对不对？你想那什么感觉，对不对？开着德国车，唱着中国歌，开在美国的高速上，那家伙牛啊，中国人，对不对？所以说，哎呀，特别舒服。我就没注意，突然我就发现，油快不够了，这油这怎么办呢？我就看了一下这个，查了一下它这个距离，就是离这个爱心加油站，我一看，哎呦啊，坏了，还有50英里。
50英里才到另外一个加油站。这个路上呢，要经过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戈壁滩，你知道那种美国那个高速公路两边儿，晚上两边都是戈壁滩，一望无际的那种感觉哈，就这么一条高速公路，而且呢还就我这一部车，那个感觉很好，你知道吧哈？突然一看没油了，哟，这怎么办？我就开始，结果这两边一看，你知道两边那个戈壁滩就跟那大恶魔似的，你知道吧？我突然心里忽通有点，哎呦，这没地儿加油怎么办呢？这没油怎么办呢？你知道你要在那个地方没油的话，你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那肯定是没办法的事儿，对不对？对。我就把速度减了，减，我这怎么办？这没油啊车，这马上就没有了，这2格。哎，我开的就比较慢，突然我就发现旁边路边儿有一个加油箱的一个小广告一样的东西。那一定是个加油站。但是呢，我心里清楚，它不是一个正规的加油站。对吧？但是我还必须得去加油，就这么简单。然后我就顺着它那个箭头，它那个路的箭头，我就下去了，下高速了。下高速7拐8拐，过河流过桥，拐了一段时间，我就后悔了。面无边际的一个连什么房子都没有一个地方，你知道吧？哎呦，这怎么办呢？回还不回？哎，突然我就发现很远一个小灯光，那我就开着过去吧。那路得特不好走，也不是，但是我那个车还行啊。完我就过去了。过去了以后，一个加油站，一个加油箱，就一个箱子立在那儿。哎呀，我当时特别高兴，因为我怎么着我得把油加上，对不对啊？我就下去了。下去了以后，我把车停在那个加油箱那个地方锁上，然后我去到加油站里边去交钱，对吧？我交了20块钱。我想我交先加一部分，看他这情况是什么样。哎呦，那很多油都不够，对不对啊？我加完20块钱，我加完了以后，我一看，哎呦我的妈，真是上当啊！就这么一点点，那不行，还得再加呀。我又再去加40吧，我加40，这我又去交了钱，又回来了。我就看那个收钱那个老太太，她很诡秘的，我当时还在想，这是不是小魔鬼啊？变的。我这么想了一下，你知道吗？我就返回来加油。加油，你知道咱们美国加油，咱们是自己加的，对不对？自己加，自助加了以后啊，加了以后呢哈，我一直把这个手就是按着这个加油枪，你知道吗？一直按着这个。我就看着上面，它不是有一个那个多少的有一个计算器嘛？我就看那计算器啊，我突然我心里咯噔一下，油还在加，计算器还在走。我觉得我这后边有东西顶上了。哎呀妈呀！而且马上我又听到一句话 ：“I'm sorry。”我只要 money， 只要钱。哇！我当时，你说紧张不紧张？那会儿特别紧张，但是我还比较镇定。我说 OK， 我连说2句 OK， 我说 OK， 有后档，你等一下。但是呢，我的手已经开始拿那个枪，已经开始有点，我想应该怎么办？脑子空白，你知道吧？脑子现在一片空白啊。我就把这个加油，这不完了吗？加完了吗？哈，我这个枪还没拿下来，后边又过来一只手，把枪接过去了，把那个加油那个枪接过去了。这不是一个人了。但是我没有回头看，这边后边这个人就一直就特别紧，这么夹着我，你知道吧？那就小鸡儿似的，我就跟小鸡儿碰老鹰一样那个感觉，知道吧？因为力量非常大，你知道吧？我就搞在车里，然后我们就顺着这个车往前煨。你知道我那个车后边前面都是东西，你知道吧？这边吧，这个副驾驶座根本就上不来人，完了那边过来一个人，也是他们的人，过来一个，我一看，哦，黑人，而且是年轻人。这个人就过来了，我就把我的钱包拿出来了。我当时一个念头很短的念头，我是给他零钱，因为也有一些乱七八糟的零钱嘛，还是干我一想，干脆决定把整个钱包全拿，我就告诉他全部的在这里。我就把那个打开，我全部的，我就告诉他，我跟说2遍，我说全部的，打开。我说我要回洛杉矶，还有很远的路。他拿走了一半，他就一打开，手直接插到一半，拿走。把包
，thank you，谢谢。哎呦我操！然后走了，我还说了 thank you，thank you，我还谢谢他。给你留了一我半儿。他妈的给我留一半儿，我心想我还真有病，你说打一巴掌再一个枣吃，你知道吧？什么感觉？你知道吧？而且就当时那种，哎呀，好了，走了。但是哎，他没开车就走了，走了以后呢，我没走，我上车了以后，啪把车锁上了。我在想，这是一片空地，嗯黑灯瞎火，什么都没有。嗯里边一个收款的一个老太太，老太太一直在看着。嗯我想了想，我就很慢，围着他那个房子转了一圈儿，我看看是否还有别的，因为他们什么时候走了，我都简直脑子一片空白，你知道嗯，就吧？肯定。哎，我又转一下，又看了一下，钻到桥底又穿了一下，我一看有高速路口啊，擦一下我就上高速，哇操他妈的120！我靠，咱说这120是中国的多少？咱们这120。哎呦妈呀，那挺吓人。150、160吧。嗯我唰，那会儿你知道我有多快吗？你知道？哇，啥都不用想，我估计我开的最起码得有个40分钟靠上。太吓人了。真是一码事。我回来以后，我明显的一个感觉，我不能再一个人了，我得赶快找一个男朋友。最起码有人壮胆儿，对不对？这个，哎呀，现在我后怕，真是后怕。但是我很感谢他们。也真是，哎，你说他们给你留一半儿，这还真让人想不到。啊，我回洛杉矶我没钱怎么办？对呀、对不对？就还你说坏吧，他还有点良心。对，那你看清楚是黑人吗？还是？哎呀，100%黑人，因为他们都是这样戴的，他不是戴着口罩吗？哦他戴着围巾嘛，很漂亮，3个小伙子，很帅。哦。就这么回事儿。但是我要是真的很后怕。哎呀，这美国的治安呀，你说你要去那种不安全的地方，它可真不安全。晚上你说出去一个女的，真的是。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在赶路，你会觉得这样，哎呀，我再多开一会儿，我再多。另外一个，我一上高速，我这瘾特别大，你知道，我开车特别爽。尤其是晚上没人，哎呦，那碰了好多人，1年多嘛，我整整跑了1年多。哎呀，感谢你给我分享这些事儿。我这听了我可一个人晚上可不敢跑这么远的地方。不是他们谁说呀？美国公安这治安好什么的？我这扯，你这没见过你还扯呢？还公安这，哎呀，这真的很可怕，很可怕。真是。脑子一片空白，你不能说你多勇敢，你多害怕，我没有多害怕，但是我很害怕。那当然碰上那一瞬间的时候，人肯定害怕，对吧？你根本你就没有时间去考虑什么都没有时间，没时间去考虑这些东西。是的。但是我还行，就是最当时的时候我没有太害怕，如果太害怕那就语无伦次了，就没有用了，没有意义了，对不对啊？但是我还明显的知道，哦，我应该把钱全部拿出来，我不应该给他零钱，我就告诉他全部的，我给他说了全部的。我说我要回洛杉矶，他就让一看就拿了一半。行。完了 ，thank you， 还谢谢我，我也谢谢他，有病。